This channel, a systematic teaching, enables you to put an end to suffering and reincarnation. Please find the playlist of this series in the description. Mahayana Pure Land welcomes you. 那么我们来看最后第5部分，净土乃大乘圆教。有些人呐，不理解净土宗，批评净土是自了汉，就是认为你自己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了，你就不度众生了，这是小乘，这是什么呢？对净土宗不理解。净土不是小乘，是大乘。蕅益大师判这个《阿弥陀经》教相是判大乘菩萨教，它非小乘小乘种性不能往生净土所以你看《无量寿经》里面讲的，要往生极乐世界，首先要发菩提心。菩提心一般说来是四弘誓愿：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这是菩提心那归纳起来就是第一句：愿度众生不发菩提心是不能往生的。发菩提心是往生的正因那我们问了，那很多这个不识字的老太太，她也不知道什么叫发菩提心，她就一个心想要去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老实念阿弥陀佛，她也往生了。往生的时候还很殊胜坐着走，站着走。那这个发菩提心怎么解释呢？蕅益大师告诉我们，能够真信切愿求生净土的心，就是无上菩提心。谭鸾大师告诉我们，愿生西方净土的心就是愿做佛心你愿意做佛去愿做佛心就是愿度众生的心那不就是菩提心吗？所以净土宗是大乘，要发菩提心。这个菩提心具体落实就是深信切愿所以信愿是往生净土的关键那么它这个净土宗不仅是大乘，而且是圆教让我们这一生圆满成佛。在大乘经典里面，真正成为圆教的经典不多。华严经是圆教，法华经是圆教还有一部是放榜经可是阿弥陀经、无量寿经也是圆教。不仅是圆教，而且是圆教里面最殊胜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华严经，这在佛教里面称为是根本法论。他到华严经到末后，普贤菩萨10大愿王导归极乐，导归到极乐世界了。
也就是说，《华严经》啊，最后导归到无量寿经和阿弥陀经，这原教当中的最顶端了。这是释迦牟尼佛彻底悲心为末法时代这个苦难的众生宣说的法门，让这些多障有情很难一生就成功的众生，他这一生得度，靠什么呢？就靠这个净土法门如果不是这个法门最快速的、最直接的帮助众生了脱生死，圆成佛道，佛不会无问自说这个法门阿弥陀经是佛无问自说的。我们看佛经大部分的经典都是有弟子向佛请教，佛给他做回答但是阿弥陀经这部经典没人请问，佛自己说出来，叫无问自说。为什么无问自说呢？因为这个法门太稀有了，太不可思议了，没人会问所以佛只好自己说了，这是大慈大悲而佛给我们预言在以后末法时代，一切的经典都灭尽的时候，佛以神力加持，特别留阿弥陀经和无量寿经注释100年，多注释100年让那些有缘的众生还因这部经而得度。阿弥陀经和无量寿经是一部经称为大小部，因为它讲到的理论、境界、义理、方法都是相同的只是篇幅有长短不一样所以阿弥陀经称小经，无量寿经称大经。佛以神力把这2部经留下来100年度末法后世的众生末法众生业障深重佛法是像治病的药一样，众生的病是什么病，佛就开出什么样的方子。在末法的时候众生的病很重，其他的方子不管用，佛给我们无问自说，开出这部净土法门这个方子，帮助我们一生出离生死，圆成佛道。这真正是不可思议所以这个药叫阿切陀药可以治万病，所有的众生都可以因这个法门得度。那这个法门，这部《阿弥陀经》经典，蕅益大师称为华严奥藏法华密髓。华严经的奥藏，奥是深奥藏是里头含藏的义理，深奥的义理
全在阿弥陀经里，全在净土法门里。法华经的密髓，密是深密的，髓是精髓，都在一句佛号当中是一切诸佛之心要，菩萨万行之思难。诸佛的心要就是这一句阿弥陀佛，菩萨六度万行，用一句佛号可以总持了。所以你真能念佛，你六度齐修了，这是不可思议的法门那么今天我们很简单的把往生净土的理论方法给大家做了一个介绍。明天呢，我们就给大家介绍这个往生净土的一些案例都是我自己所见所闻的案例，增长大家的信心，证实佛所说的这些理论方法真实不虚。今天有讲的不妥之处，请大家多多批评指正，谢谢大家。